无畏的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透过云的缝隙，渺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危险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携着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死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传被告人张强。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好的。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认识。他用的化名，我原来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这被告人都已经认罪，为什么辩护律师还要反复扒张婉如的卧底经历啊？这个法庭调查呀，是控辩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刚才这个辩方的提问呢，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那这扒张婉如的经历和周思月的无罪有关系吗？你看这样的提问呢，是会提前设置好圈套，这在后面的这个质证和辩论环节呀，会提前让这个审判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思考，提前做好准备。虽然不知道这个何家伟想干什么，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比安妮姐还厉害。他是安妮大学时代的偶像，在他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打击罪犯，安妮会全力以赴的。下面请公诉人举证。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A 国、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我并不知道这张存储卡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该存储卡来源情况，请公诉人解释。请公诉人解释。该存储卡是本案的办案刑警张婉如远赴 A 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取得的犯罪证据。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该2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公诉方刚才解释的取证程序以及取证方法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建议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张婉如用生命取得的证据，这怎么就不合法了呢？
哎呀，这辩方运用的是独树之果的理论啊，做无罪辩护，就是说这个所有取得的证据呢，就像结在这个一棵树上，这棵树受到了污染，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都受到了污染。那庭审将不予采纳，那就意味着取证的程序不合法，法院将不予采纳。这是海洋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啊，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啊。其实你看啊，这个辩方律师啊，这个基于上述的理念，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家伙挺厉害呀，每走一步都紧扣着我国的法律，做得有理有据啊。那这个庭还怎么开下去啊？这就要看公诉人对全案的证据灵活运用的能力了。请公诉人继续举证。下面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有同案犯李全、钱天星供述，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如果客户不愿意，就给他们说这是最新的藏品资讯和收藏的出手信息，免费赠送的，收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就最后几个名额了。可以啊，行。那如果客户说他有事儿，不愿意听我们讲完怎么办？好，依然满怀真心，没关系的呀。这是我们送出的福利，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加您微信，把活动的内容发给您。您要是愿意参加，您微信回复我，您的微信号是你的手机号，对吧？你看，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性使然。最早那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他们只是抓住了先机，未必都比我聪明。而我，只不过是比他们晚生了几年，错过了那个网络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请被告人直接就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公诉人指控我犯罪，但我做的只是果，而滋生这一切的土壤，就是当下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西方社会学家斯托夫和莫顿曾分别阐述过相对剥夺论。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受剥夺感，继而会产生不满、愤怒，甚至是怨恨。在这个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中一轮又一轮的攀比，都受着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处可逃。网络放大了人们的受剥夺感，也放大了焦虑。然而，同样是网络创造了虚拟世界，却给了大多数人一席喘息之地，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压力。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消除相对剥夺感，才能实现
人人平等这个愿景。在虚拟世界中，无论你贫富贵贱，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打赏的是一样的主播。网络让人们摆脱了束缚，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致力在做的事情，让人们为自己在自由世界无法获取的自由平等买单。你们说我是骗子，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魔术师。请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都是关于723网络诈骗的，但不能证明我当事人周思月就是这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案的首犯。请公诉人答辩。同案犯李全的供述证实，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犯。接下来会详细出示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证据。下面请法庭同意让同案犯李全上庭。传李全上庭。我叫李全，2018年我在 A 国钱天新的诈骗组织里边担任管理人员，我名义上是 A 国的负责人，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我的上级钱天新的指挥。我们花都的网点出事之后呢，上级怀疑有内鬼，让我们设局。我们确定张婉如就是警察的卧底，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了我的上级。资料我已经收到了。没想到你会亲自跟我联系啊。老周他不用管他，已经是废人了。倒是你，好的，等我查清楚之后，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不管这个内鬼搜集了多少证据，我估计咱们大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希望看到这些证据在这个内鬼手里面握着，甚至流了出去。我明白。如果出了一点差错，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吧？还有，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你最多只知道老 A。为保证本案证据的真实与充分，请法庭同意播放外国同案犯保罗的讯问笔录视频。同意。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婉如的？镇警的检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那时候我身陷毒瘾，非常需要钱。这时候，一个老人在萨尔瓦港的凯瑞雷斯大街与我见面，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让我杀害这个女孩。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不是他。是他吗？不是。是他吗？不是。这个呢？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可你刚才还说是个老人。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待李全退庭。下面请被告人发表意见。今天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罪行昭然，恶贯满盈，这一点我无话可说。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如今的网络犯罪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犯罪都不一样。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胁迫你们把你们的财富交给我，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愿的。如果不是你们利欲熏心，
你们就不会踩中虚假利益的陷阱；如果不是你们个人把持不住，你们就不会点击色情直播；如果你们不追求虚妄的刺激，就不会参与网络赌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建立的所谓的帝国，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帮我建立的。当然，你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判我死刑，让我去接受你们认为我该接受的惩罚。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因为这一切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下面请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就张婉如的牺牲，本辩护人深表遗憾。但在本案中，张婉如诸多不规范的办案行为，导致全案证据、全案程序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现有材料指控周思岳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依法判决无罪。请辩护人就自己的观点详细表述。本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公诉人出示的据称张婉如提供的存储卡中的电子数据，就存在以下问题。经过庭审，该存储卡中电子数据来源不明，且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疑问，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导致其内容真伪无法核实。根据2高3部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本案中张婉如实施了制造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张婉如伪造身份，以偷渡及谎言获得被告人团队信任，在加入我当事人团队后，获取了高管职务。辩护人怎么指控起张婉如了？因为辩护人啊，在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周思岳，进行警察圈套为理由的辩护。什么是警察圈套啊？警察圈套啊，就是海洋系国家的在刑法上的一种合理的辩护理由，就是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的诱惑之下产生的为理由而进行无罪辩护。可是海洋法系为什么要认同这种无罪辩护方法呢？其实这个警察圈套呢，是在一些国家呀，是为了防止这个司法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说一个国家啊，应当培养公民对于法律的尊重，但是如果警察设下圈套，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鼓励犯罪啊，所以会导致公众对于法律和司法制度产生这个负面的认知啊。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对我当事人周思岳提出死刑的量刑建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违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当事人自始至终认罪认罚，但是公诉人量刑建议中没有得到从宽处罚的体现。这辩护人怎么一会儿说周思岳无罪，一会儿又说他认罪认罚呀？这种辩护现象啊，有个名字，叫骑墙式辩护。这是我国在2018年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啊，新出来的一种这个辩护现象，就是指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之下呀，辩护律师仍然可以为其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可以引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这个被告人啊争取保底利益。这都无罪辩护了，还怎么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呀？因为辩护律师啊拥有独立的辩护权，法律呢并没有禁止被告人在认罪后律师的无罪辩护权。还有啊，这公正在司法制度当中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这个骑墙式辩护啊，具有防范冤假错案的优势，当然允许它存在了。下面请公诉人答辩。首先，就被告人周思岳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电子数据取证程序文法问题，答辩如下：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9条对搜集电子数据予以明确规定。本案确实没有依照上述规定搜集电子证据。肃静。但是辩护人的观点属于以偏概全。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司法解释的全文精神，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法庭，而是断章取义，曲解司法解释精神，误导法庭审判思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查明事实真相，查清楚被告人是否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请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庭审的主题。本案中，证据搜集人张婉如烈士孤身一人在犯罪集团内部取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是客观原因导致不宜依据上述规定取证。依照辩护人引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第10条规定，辩护人并没有在法庭上阐明，现由公诉人予以表述。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不宜依据第8条、第9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拍照、打印、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并在笔录中说明原因。因此，张婉如烈士的取证程序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取证方式合法。张婉如烈士的取证内容获得大量同案犯供述以及被害人陈述印证，在相关的花都、A 国、F 国同案犯判决书中均已采信该电子数据为证据，因此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电子数据以及本案当中的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链。对张婉如烈士用生命取得的电子数据，请法庭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系偷换概念行为，请公诉人具体阐述观点。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以张婉如烈士曾经身赴海外，在卧底工作中在犯罪集团内部从事过各种工作为由，提出张婉如烈士系钓鱼执法的观点，继而推导出侦查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案系侦查机关钓鱼执法的结论，进而建议法庭以排除非法证据原则为由，建议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观点，系偷换概念行为。肃静。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张婉如烈士在该犯罪集团内部从没有诱惑过该犯罪集团从不犯罪走向犯罪。在张婉如烈士卧底之前，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张婉如烈士不能被曲解为钓鱼执法，而其用生命为代价取得的电子证据更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辩护人更不能以张婉如烈士上述行为为理由，为被告人周思月开脱罪责。最后，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既要认罪，更要认罚。但是被告方不接受量刑建议，只能属于认罪而不认罚。其次，认罪从宽，只能适度从宽，不能一味的从宽。结合本案，被告人周思月系故意杀人主犯，网络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犯罪数额极为巨大，后果极为严重，并不能对其以绝对从宽而排除死刑适用。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请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公诉人自认为在帮助那些被骗的人，帮他们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但他们真的需要吗？高高在上的法官，公诉人，你们了解那些人吗？没错，我是骗了他们的钱，但我也给了他们希望，点燃了他们的野心。正是我帮助他们迈出了通向不同人生的第一步。我相信，公诉人对我的说法绝对不会赞同。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明明都同意认罪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护？因为我想让这场庭审足够精彩，足够典范。安妮，无论你如何憎恨我，你注定无法忘记我，也无法摆脱我。就算我死了，可我的名字会和你的名字永远的联系在一起。白纸黑字，删不掉，抹不除，永世不移。就像我对你的感情。肃静。最后陈述结束，现在休庭合议。本案今天暂不宣判，以后择日宣判。经法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思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赵继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被告人李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四、被告人张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刘董啊，这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了怎么样？董事长，惭愧呀，我老婆知道后啊，把我狠狠地修理过了。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打包票，我这坎儿可真就过不去了。之前的事儿啊，真的对不起呀。哎，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我尹慧泉也不想回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归慧泉就好啊。尹董事长，今天把我们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吗？我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想向你们宣布2个喜事。第一个喜事，就是我们在市检察机关要求我们积极整改后，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属于肖某恩犯罪集团不法来源投资入股的资金，已经被追缴上交国库，那就是说明我们汇泉的资本是干干净净的。
现在我们在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日消退，企业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大幅上升。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表示了要与我们合作的意向。那么第二个喜事呢，就是我们汇泉找到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汇泉今后要在市场经济和客户需求上多下功夫。那么今天我宣布，公司新任的产品体验官陈永刚，他将负责这项工作。哎呀，终于来了！哎呦，这什么地儿啊？怎么把我叫到这地方来见面啊？这儿是我上班的地方啊！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新任法务代表。不是，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了。哎，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啊？我也是刚来没多久嘛。参观参观，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不错？哎，真挺好。哎，离你家也挺近的啊。对呀。真挺好的。想好要重回职场了？说来话长了，你先坐，我给你倒水。行。你们这小家还真是越来越好了。永刚当上了汇泉的产品体验官，你也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务，真替你们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说，重返职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辛苦你了。没有，其实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永刚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当然你也帮了很多忙啊。他现在被升了职，但没想到照顾家里的时间还更多了，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吧。”我就踏出这一步了。咱们都是学了4年的法律，你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要做一些我能做的，做回我自己。你会做得很好。喂，哪位？啊，我是江城医院，你是李一堂的朋友吗？啊，怎么了？查房的时候发现李一堂不见了。怎么了？医院打电话说糖糖不见了。啊？谢谢。你好，给我来一杯跟这位女士一样的酒。好的。我这杯酒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配的，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喝酒，喝的是心情。人的一生很长，一杯酒喝得惯不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晚上陪我喝这杯酒的人是谁。你好，我叫赵继肯。李一堂。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但是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你说这王主任和安妮姐都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查专家人才库，而且还是咱们江城首批网络犯罪检查专家人才，咱俩得努努劲儿啊，不然以后可跟不上喽。行了，佳佳，咱俩好歹也是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取证大练兵比武活动中
荣获取证能手的称号，咱俩配他俩那是相得益彰，完美结合。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看看怎么样？哎，你这徽章不错呀，你给我戴两下戴。不行，这是我上次参加活动时佩戴的，跟你们那可不一样。有啥不一样的？我不也参加那活动了吗？咱俩都一样的。而且咱俩这交情，你跟我计较个徽章干嘛？是少废话，不行，这，哎，你赶紧给我！哎，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手把手教你写审查报告了？你王哥他有那时间吗？他没有。我还用你教吗？你那充其量就是探讨，我没时候吗？谁在背后说我呢？啊，你俩干嘛呢？切磋一下。切磋，大家都安静一下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现在啊，我正式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江城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1等功。哎，这个不能骄傲啊，这是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们的鞭策，咱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哟，郭姐，这今儿双喜临门啊！哎，贺宇说的没错，双喜临门。就在今天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30个办案团队、49名办案检察官通报表扬。江城市723专案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安妮检察官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来，安妮，你出来说说获奖感言啊！报告郭姐，安妮姐不在，她去哪儿了？这不今天是张婉如烈士的忌日吗？安妮姐按照惯例扫墓去了。哦，好像她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一忙给忘了。那这样，咱们先拍照，啊！好，大家先拍照。领导往左边来一点，这几位同志啊，往你的右边来一点。好 ，OK， 我数1、2、3。1、2、3。婉如师姐，你在那边还好吗？我终于可以笑着来见你了。这个是江城日报，萧慕恩、钱天星2名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你终于可以瞑目了，师姐。老爷子那边的墓我都已经替你扫过了。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没想到小北这臭小子，到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你们。师姐，我们江城现在变得可漂亮了，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我一猜你今天就会来这儿，恭喜你啊，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婉如师姐，你快看他呀，还是这么拼。
如果不是因为婉如师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中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放弃多少回。也谢谢你，和陆源警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走吧。723这个案子之后，你知道江城的市民都怎么称呼你吗？怎么称呼我呀？是不是起了个奇怪的外号？起了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称号——公诉精英。我一个人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称号。我跟你说个数据吧，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了各类型案件300多万件，批准逮捕了各类型的犯罪嫌疑人80多万人，其中起诉了利用网络进行赌博、诈骗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8.2万人。全国一共有20多万检察人员，6万多名检察官，其中有2万多名跟我一样的女性检察官，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得起“公诉精英”这4个字。全国才有2万多名女性检察官啊！那我就跟2万多分之1一起合作了，我得多幸运啊！就开始评论了。哎，我听说他们要调你去省检察院。今天早上郭检还在询问我的意见呢。恭喜你。我拒绝了。你拒绝了？多好的机会啊！到了省检办的都是大案要案，不是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拳脚吗？大案要案是能施展拳脚，但是小案也同样重要。再说我从小生长在江城，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我更愿意在这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公诉人。你是只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情感，还是也对这儿的人？哎，等一下啊！喂，你说什么人啊？你没跟审判长说吗？公诉人在进行审查案件的时候，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哪一个案件，我手上一共有11个案件。啊，6个案件呢，现在可能已经被起诉了，但是还没有被判。还有3个案件可能需要补充侦查，还有一个……啊，行，我知道了。行，那你等我啊，我现在回去啊。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汗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
心上。